而富人跟穷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对于时间的态度完全相反。穷人会觉得花多一点的时间去完成一件事情也无所谓，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是因为他的时间一点都不值钱。那些少数白手起家的富人拼了命也要买下这5样东西，但是穷人一般都不会买。在富人眼里这5样东西价值千金，但是在穷人眼里，这5样东西一文不值。那在看完这个影片的你，也可以来衡量一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人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建平。我是 Ella。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欢迎你先订阅我们，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分享富人的思维，就算你再忙，也能跟上有钱人的脚步。第一种，富人会买但穷人不会买的东西就是经验。因为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导致了每个人所能积累的经历都不同。换句话说，在买下别人经验的同时，也等于买下了别人的经历，别人会的东西。我们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呢，最怕的就是从零开始，一个人摸索，摸索了老半天，也不知道自己心里到底有没有做对，方向到底正确不正确，然后就一直处在自我怀疑和低效率的循环中。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你花钱就可以了。花钱买别人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所以富人呢，就特别喜欢花钱去听课，花钱请有经验的人帮自己做事，甚至是花钱买一句话，都可以让我们更快的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在穷人的眼里，富人的这种行为就显得特别的少。比如说课程，他们就不明白为什么富人要花钱去听别人讲课。不如这么说吧，他们不知道这个课程到底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因此穷人只要听说富人去上课，就会觉得这个人特别的傻。而那些富人从心里面就知道，与其花时间自己去摸索去撞墙，还不如从别人的经验里来吸收教训呢。从自己的时间成本也好，经济成本也好，心理成本也好，这些单独拆开来看，上课从别人那里获取经验和教训，都能带来巨大的收益。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就曾经说过，最好的学习方法不是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而是从别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如果你已经知道有什么事情会失败，那么你就可以尽全力的去避开它。相反如果你发现什么是高效率的，那么你就可以复制它，从别人的经验里面快速的吸收，进化成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然后在现实应用中把它应用出来，这是最快最高效的方法。第二种，富人会买但穷人不会买的东西是时间。很多人说钱不能买时间，这是错误的。时间当然可以购买，而且当你越有钱，你能买到的时间就越多。举个例子，如果有人请家政阿姨来给你洗衣服、做饭、打扫家务，那就相当于你买下了这个阿姨一整天的时间。又比如说你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出差，你可以选择坐巴士，也可以坐高铁，而且也可以坐飞机。虽然坐巴士最便宜，但是如果你坐飞机的话，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目的地，而坐巴士可能需要7、8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如果你选择坐飞机，也就是说多花了几百块钱，然后买下了你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提前准备好你的 PPT， 或者去熟悉一下当地的环境，这样在你见到客户的时候就能大大的提高你的成交率了。所以说相比于你拿下客户赚到的佣金，你所花的机票钱其实根本就不值得一提。花钱买时间，这就是富人最大的特点。本来要花3个月的时间，但如果能花一点钱提早做完的话，那富人就一定会愿意花这个钱的。而富人跟穷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对于时间的态度完全相反。穷人会觉得花多一点的时间去完成一件事情也无所谓，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是因为他的时间一点都不值钱。而之所以他的时间不值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重视过他的时间，他从来没有在意过他的效率。所以说，如果你还不是很有钱，那就想办法先让你的时间变得值钱起来。怎么变得值钱呢？
把你每天的产出提高，然后带动你每个月的产出。1年下来，你就会发现你的时间、你的效率都会有大大的提升的，而这也会给你带来正向的循环，你就会更有钱去买时间，让时间给你带来更多的财富了。第3种，富人会买但穷人不会买的东西，你绝对想不到是什么？是指数基金。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是直接投资股票，而要买指数基金呢？这是因为股神巴菲特他自己也非常推荐的一种投资。在2021年巴菲特股东大会上，他就说到，从长远来看，大多数的投资者都能够简单的从标普500指数基金中获得回报，而不是挑选个别的股票。而他说的这些大多数投资者呢，也包括了他自己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他说，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人去请教他，让他提供一些投资的建议。但是呢，巴菲特却从来不推荐哪一只股票，而是直接告诉他们去投资低成本的标普500指数基金。什么是指数基金啊？比如说我们中国 A 股的沪深300指数。简单的说啊，沪深300指数就是从中国所有上市公司中挑选出来的300只最大的公司组成的大盘股票。这沪深300的成分股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跟着金融市场不断的变化，沪深300也会定期的换股。那么富人为什么喜欢购买指数基金呢？因为从历史来看，指数基金的平均年涨幅是非常不错的。也就是说，只要你买了沪深300指数，就算你什么都不做，每年都会有人帮你投资赚钱的。第4种，富人会买但穷人不会买的东西是生意。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以及理财专家罗伯特清崎就曾经在一个采访里说到，穷人的收入渠道是很单一的，但富人的收入渠道却至少有3种。穷人呢，只有主动收入，而富人除了主动收入以外还会有资本收益以及其他的被动收入。而这里说的生意啊，其实就是资本收益了。如果你能让你的生意自动化，那甚至可能变成你的被动收入的来源。要知道啊，当今世界有很多富豪，没有一个是为企业打工的，他们都是企业的拥有者。而做生意可以撬动杠杆，用别人的时间、金钱、资源和能力来帮你，给你带来数倍的回报。我发现很多人只要一提起生意这个词，就会自然的说，觉得这是一门门槛很高、普通人做不了的事情。但事实是并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够结合自身的状况，理性的去研究，会发现其实还是有一些生意可以做的。或者我们把生意换另一个词，就能够很好的理解做生意的可行性，那就是副业。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经营自己的副业。如果你觉得你很普通，没有能力去开始做生意，那么我想你可能还不懂商业的本质，甚至你还不了解你自己呢。你所懂得的每一样事情都有可能被这个世界上的一部分人需要。比如说，尽管你可能是一个黄金单身汉，你不会投资，你不会理财，你觉得自己很平庸，但是要知道，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包括你身上的单身的这个标签。是的，你没有听错啊，只要你能够好好利用你身上的这个标签，你也可以很容易赚到钱的。举个例子啊，这个时代单身的人是非常多的，这就催生了很多单身的经济。比如说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旅行等等，这些产业现在都迎来飞速的发展，孕育出非常多的商机。比如说，就拿单身旅游这件事情来说吧。比如说我上个礼拜遇到一个客户，他年近50，也是个单身，非常享受单身的生活。因为是一个人住，没有太大支出，再加上本身有高收入，所以啊，他的消费能力很强，更肯花钱，更愿意花钱在自己的身上。只要有东西符合他，他就会买下来。当然我想说的是啊，生活其实充满了商机，即使你现在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但是你身上依然有某些标签，这些标签在你看来很普通，甚至啊没什么卵用，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么一群人，正好需要你这个标签，去解决他们遇到的和你类似的问题。其实你能解决的只是小问题，但别人依然愿意为此付出金钱。做生意并不一定要高大上，很多人就犯了这样的错误，认为做生意就是一定要很高很高级的，
就是一定要有很多的资金去运营的，那才叫生意。其实不是的，生意本质上是一种交换价值，而这个价值是用来解决那些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而现在有多少人通过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投资也不大的生意，实现了阶级的跨越，成为了富人。所以啊，做生意第一条规则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规则，那就是永远学会去发现需求。因为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需求，有需求的地方就可以赚到钱。第5种富人会买但穷人不会买的东西是个人 IP， 也就是个人品牌或者说知名度。对于富人来讲，知名度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为什么？因为他们手上有任何的一个项目或者产品成不成功，就看他这个人有没有足够的知名度。就比如说啊，现在非常出名的埃隆·马斯克，不管他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大家看到他的并不是他这件事情具体是什么，而是看他这个人，这就是知名度。知名度啊，就是指你这个人在社会上被大家认识的程度。知名度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它意味着机会，当然也意味着赚钱。你的知名度越高，外面就会有越多的潜在客户知道你是谁，也会知道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当他们有购买需求的时候，第一个就会想到你。比起你的同行，你也会有更多的客户跟你联系。而品牌这个东西啊，就是知名度的另外一种说法。我们从很多人的口中啊，都听过品牌这个词。这其实就是说啊，他们的知名度是什么？品牌就是别人对你的认识，有了品牌就有了知名度。所以啊，我们会看到很多电视明星啊，经常要出来开记者招待会，作家要举行一些签名会，企业家要接受电视机的采访，这些啊都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知名度，给自己为自己的产品带来更大的曝光量。当你有了曝光，有了流量，有了知名度，那就意味着别人对你更加的信任。所以啊，也可以这么说，你能不能赚到钱，你能给予别人多少的信任，这取决于你的知名度。而富人愿意花钱来买知名度，这是提高信任最快的方式。很多的富人，尤其是金字塔最顶端的那一群人都知道，想获得更多的财富，就去利用一些手段，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当你的名声在外，你的钱自然就来了。所以如果你还不够知名，那么就把钱花出去，花在那些能够给你带来更高知名度的事情上，让这个知名度给你带来更多的金钱。但是啊，穷人是无法理解这些的，更无法理解为什么有钱人要买知名度。所以啊，你如果能听懂这一期的重点，那么记得给我点个赞，因为啊，你的人生观已经发生了变化。当你开始换位思考，当你理解了富人的赚钱之道，你的生活就会慢慢的改变，你也正走向成功。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还不错，记得给我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让他们和你一起进步。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拜拜。